这款键盘对樱桃来说绝对算得上是里程碑级别的产品。第一次兼容热插拔，第一款搭载 MX2 代轴体，也是 Cherry 在收购了 H5 之后，在原本的老 K5 系列上延伸推出的 V2 版本。因为我个人是不怎么接触 CSGO 嘛，所以在做这期视频之前，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这把键盘相关的信息。手里这款 K5 V2， 它的前身就是 H5 K5， 也是知名战队小蜜蜂当初就是用这把键盘的爷爷来参加 CSGO 巴黎赛区拿下了冠军。这一次 H5 K5 V2 是按照套装的形式来推出的，带了一张900×400的鼠标垫，首发价格是1099。这里肯定会有长得帅的在评论区里嫌贵了，其实细细算一下账还真不贵，光是这个 H5 的垫子同规格的在淘宝上就要卖到230左右，键盘的话算它800块钱然后我们再打开海鲜市场，可以看到上一代的 K5 现在的价格还能维持在700左右，当然没有办法拿这把键盘和目前的卷王键盘相比了。我一直认为电竞圈和客制化圈子的交集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比如说我一个哥们，他就只认雷蛇、罗技、ROG， 那其他他都看不上。那这一次 H5 K5 V2，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会有在做键盘，更多的只是停留在鼠标垫的阶段。那聊回这把键盘本身半透明的外壳，左侧的磁吸名牌是可以随意拆卸的，可以当做一个轻松解压的小玩具。翻到键盘背面可以看到底部是一个高亮的 Cherry H5 logo， 那配合菱形的花纹排布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至于在配列上，65%的无门牙设计，3个功能区按键移到了右侧做了分隔，下方就是磁吸的名牌大小写指示灯。这把键盘最让我觉得惊喜的肯定还是这一套全无灭热升华的键帽了，青红色搭配厚重的流体线条第一眼看的确实有一种磅礴的流动感。键帽本身的热升华工艺也是相当的出色发色鲜艳。比较可惜的是，视频里没有办法和大家完全展现这套键帽的色彩。毫不夸张的来说，它是我今年见过最棒的热升华键帽。不知道大家能给这一把 K5 V2 的键帽打多少分呢？聊完了外观方面那聊一下这把 K5 V2 的2个史诗级提升。首先就是有生之年樱桃终于是迎来了彻底的升级。这一次祖传的昙花印终于是被彻底的消灭了。打开轴体之后，可以看到轴心内部有了明显的润滑痕迹。真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了。但是那坏消息就是昙花印虽然被消灭了，但祖传那种沙色感还是在的，就一摁就能知道是樱桃轴是吧？非常有特点。除开这个提升之外这一次也是终于支持了热插拔，可以在这把键盘上体验到任何一种轴体的手感。樱桃轴键盘用别架的轴体，那算不算一种 NTR 呢？那说到这里，还再跟大家聊一下大键，采用的是 PCB 微型轴其实这款微型轴在精度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左右两边完全没有空间层。但我不太理解的一点是，在微型轴底下还有一层类似于织物纤维的垫子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坯棉，所以导致本身这套精度很不错的微型轴触底它就非常的肉我询问了一下厂家那边的看法，给到答复是一方面是考虑到了电竞选手需要长时间拇指敲击空格，所以为了减少空格处对手指关节的冲击刻意的把触底手感做到柔和一些。如果实在不喜欢这种肉肉的触底那拆2个螺丝把底下的垫片给去掉就 OK 了。其实这把键盘的上盖还是一个快拆的设计刚刚没有提到，非常简单的拆卸方法。聊回电竞键盘本身这个属性自然就离不开延迟了。K5 V2 的技术听起来很牛逼，快速响应超级扫描技术，说白了就是可以在 0.5 毫秒内扫描一次，那就是2000赫兹的回报率。按键驱动在最低的情况下可以做到 1.8 毫秒的超低输入延迟，在实际的游戏中可能个别发烧友是能感觉得出来差距的。至于对游戏有多大提升，像我这种日常的白银黄金菜鸡肯定就没太大影响了。首先还是得枪法够硬最后就是这把键盘的灯光方面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因为键盘本身是服务于电竞赛事的，所以是没有配套的驱动更多是依赖键盘本身的组合键来实现。
那光是控制灯光效果就有11个组合键之多啊，刚上手肯定会经历一段懵逼时间。那通过组合键可以实现打字触发效果和底层光效的叠加，在灯光的可玩性上是相当的丰富啊。如果是 RGB 的爱好者，那这把键盘绝对是可以满足你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啊，樱桃 H-Fly K5V2。可以算是一款小众圈子的狂欢，圈子外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塑料键盘卖个1000多，感觉很离谱啊，没法接受啊。在我的角度来说，评判一把键盘它的产品做得好不好，其实海鲜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标准。那一个产品它的受欢迎程度怎么样，你只要看海鲜市场的保值率就可以略知一二了。包括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款键盘的上一代在海鲜市场目前还能有700左右的价格，那说明这款产品确实是有它的消费群体在的，就看你是不是它的受众了。好了，那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